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现代制造直播间。现在主持人所位于的地点是 W4B011的展台。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我们的阿帕斯的企业展台。今天呢，将由我们阿帕斯的数控机床制造上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罗超先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展台的亮点，以及这一次展会期间带来的新产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帕斯数控机床制造上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罗超，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 CIMT 2023的展品。那么在我背后的是一台叫做 SW 的机型，那么这款机型是一个桥式，我们中国也叫天车式的5轴龙门机床。那么这台机的亮点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这台机5个轴全部采用直驱电机，其中3个直线轴采用直线电机，2个 AC 摇篮 AC 摆头轴采用的是直驱伺服电机。那么为什么我们会采用直驱技术呢？因为直驱技术可以克服传统带传动的机床的所带来的传动机构的磨损、传动机构带来的延时，以及传动机构变形所带来的刚性下降。那么当我们采用直驱之后，我们的机床刚性相对于传统机床来讲提高了 1.5 倍。那么在速度方面，那么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快移速度达到了60米每分。那么我们看不到的还有它的加速度。那么它的加速度能达到多少呢？那么这台机在衡量负载为5吨的情况下，我们的加速度是1G。那么在这样的加速度和速度的加持下，那么这台机拥有非常强悍的性能。那么作为一台天车龙门，它切削的那个 S 键标准键的精度可以与我们小型的摇篮机相媲美。那么 S 键的精度可以做到正负30以内。那么与此同时，那么作为一款龙门双驱的机床，那么它的双驱精度远远超过了我们10杠机。那么我们X1 和 X2 轴2轴之间的跟随误差小于3微米，也就是说几乎是完全同步的。那么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什么呢？那靠的就是我们为直驱电机所设计的超高刚性床身。那么这台床子看着不大，它很重。这台床子昨天吊车吊下来的时候，实吊46.5吨。那么大家说你把床做这么蠢，那么我们就要看到，那么为了实现高性能，我们必须要保证机床的结构刚性。那么有了结构刚性，我们电机才能够把它的力瞬时的传达到刀尖，才能使我们的切削的表面质量以及切削精度都可以实现。在这台机床上，我们同时实现了重切削、高精度超高速切削以及1微米的近几切削。那么重切削，那么它的参数是多少呢？那么这台机的重切削可以实现60米的面洗刀，60mm 面洗刀，切宽60，80mm 的面洗刀切宽60，然后切深3.5mm。那么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做39mm 的暴力钻，我们也叫 U 钻。那么与此同时，这么大型的一台机床，它可以做1微米切削，即我们机床可以近几1微米，切削1微米。那么它的最小进给量是多少呢？那么这台机器可以实现0.1微米的进给量，也就是说，我们输入给机床0.1微米的那个进给量，那么机床可以实际走0.1微米，这在重型机床中是非常难实现的。那么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使用了直驱技术，并且将直驱技术的优势完全发挥了出来。那么关于这台机床的亮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实际的切削状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由我来介绍我们在同一台机器上是如何实现重切削、超高速切削、1微米切削这样3个貌似不可能在同一台机器上实现的动作。那么我们把镜头可以拉进到这个机床里边。第一步，我们看到的重切削是用面洗刀，面洗刀的规格是80mm，然后切宽
60切深3.5。好，大家可以开始。大家可以看到，随着刀具往前走，切出来的表面仍然闪闪发光。在这样的一个重切削的状态下，它取得的表面粗糙度是小于1微米。那么我们第二个动作是39毫米的 U 钻，在45号钢上直接钻39 mm 的孔。下一个动作将展现我们直驱机床最强悍的切削能力，就是高速摆线洗。大家可以看到，机床 XYZ 轴以1G 的加速度，在高速往返切削。我们用20 mm 的一个起刀洗出22 mm 的槽，进行槽洗啊，我们也称摆线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屑飞出的速度是非常铿锵有力。这样的动作在实践中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这样的动作在实践中，它可以解决，就是说，刀具的寿命。就是说我们传统重切削都是一层一层的贴着切，而我们使用高速摆线洗，在每一次的切削，每一个动作结束的时候，刀具会离开材料。这样的话呢，会给刀具以及材料一定的冷却时间，这使得刀具不至于长时间在高温下工作，大大的延长刀具寿命。与此同时，在一些薄壁零件加工中，我们如果进行连续切削，薄壁零件可能会因为过热而产生材料的退让。但是我们用这种方法切削的时候，那么就给了材料以冷却时间，那么材料就可以保持更好的轮廓形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切削演示过程中，我们最后在中间留下了0.5 mm 厚、20 mm 深的一个薄铁片，而这个薄铁片它的所在的位置完全丝毫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下一个动作将展现的是 F8000 45号钢的精加工切削。那么 F8000 切完之后，它的表面粗糙度是多少呢？ RA 0.8。现在进行的动作是1微米切削，我们会进行3层，进行1微米切削。这时候当我们把镜头拉近，我们可以看到左半边是进行了1微米切削的，它和右半边的粗糙度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今天的切削演示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